关于这次唐山暴力打人事件我看了一下评论区，有人向我发起了灵魂拷问：别人摸你的老婆、女儿，你会安静吗？其实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我20多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那是一年夏天，我开车载着我的母亲和我的姥爷从浙江开回山东老家。那么山东的高速跟南方不太一样，它是3车道的，一条超车道，一条快车道，一条慢车道。高速限速120，我时速100，行驶在快车道正常行驶，而慢车道呢，行驶着很多大货车。突然间一辆大货车以很快的速度突然变道过来，那么我只能采取紧急制动，并且快速的向旁边打了方向。这一系列的操作让我险些撞上了超车道上的高速隔离带，而后排还在睡梦中的我的妈妈和我的姥爷也被吵醒了，并且向我询问发生了什么。我非常生气，并且诅咒了那个货车司机。我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要给他让道？要知道交规里面有一条叫做让速不让道，如果我让道，从而发生交通事故，那么就是我的全责；而如果我只是让速没有让道，那么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，也是对方的全责。不过万幸并没有事故发生，只是我这一车人受到了惊吓。而受到惊吓的我大声叫嚣，并且暗自发誓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个行车记录仪，前后2个摄像头那种。那么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就有直接证据了，即使撞车了也能全部记录下来，到底是谁的责任。那时的我年轻气盛，凡事呢也特别较真儿，只要我没错，我就不会低头，我也不用低头，因为毕竟是法治社会，又有这么多的摄像头，我能让一个货车司机给欺负了吗？所以我必须追上去讨要一个说法。于是我开足马力全速行驶，想要追上去讨回公道。而正当我已经接近大货车，并且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我姥爷的哮喘犯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靠边停车给我姥爷找药。我当时浑身颤抖，心脏久久不能平静，因为平时我的妈妈就总是呵斥我，公司的老板呢也呵斥我，大家都欺负我。今天就连一辆货车也想欺负我，这简直就是叔能忍，婶儿也不能忍。我维护正义，坚持真理，有什么错呢？违规变道的是大货车，不是我，为什么要指责我呢？我为什么会有这么胆小的一个妈妈呢？遇到了事情，她不问对错，总是上来就冤枉我，指责我。我当时就是这样一直不停地说着。我的妈妈看到我的样子非常生气，大声地呵斥我说：尤布，你要疯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非常的委屈我说我只是想要回公道，我想要一个正义，因为我并没有错，错的是那辆大货车。我说你不去指责他，为什么要来指责这个并没有错误的我呢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妈妈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嘴巴，并且对我怒吼道：你真的是要作死如果撞车了呢？撞车了怎么办？我已经委屈到极限了，我声嘶力竭地嘶吼道：撞车了，就算是撞车了，那也是他的全责呀！我正常行驶，我并没有错，我严格的按照交规行驶，是他突然变道的，是他违反了交通规则。那么即使是交警来了，也不会说我有任何的错误。我妈妈继续问我说：如果你要是被撞死了呢？我说撞死了我也认
我妈对我说：“你太自私了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”我急忙辩解道：“我说你跟我姥爷，你们在后排坐着，驾驶员的后面，全车最安全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太适合胆小的你们了。即使有事故要死，也是我先死，你们在后排死不了的。再说你们怎么这么怕死啊？真的是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妈妈？”其实这话一出口啊，我就后悔了。我知道我这句话说的太重了，这一句话一定是伤了我妈的心了。但是当时的情况啊，话赶话赶到这儿了，所以我也并没有道歉。那么这时我的妈妈并没有再继续斥责我，而是转过身悠悠地说了一句：“老儿子啊，你要是死了，你的妈妈还能活吗？”就这一句话，犹如五雷轰顶般的砸了下来，一下子就把我给砸清醒了。是，我要是死了，我的妈妈还能活吗？其实那个年纪的我啊，虽然小，但是不傻，我会去思考，但是懂得不透彻，遇到事情呢依然冲动。但是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年纪啊，再次回想起来，我终于理解了我的妈妈了。原来人活着并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你身边还有你的父母亲人。就像那个质疑我的网友问的那个问题，别人摸了你的老婆女儿，你会安静吗？这是一个好问题啊。我想说的是，等到别人开始伸手摸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再开始思考就已经太晚了。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。半夜的烧烤店，凌晨的酒吧，我现在自己都不去了，那么我怎么会让我的老婆孩子去呢？如果非要晚上去夜市烧烤摊吃饭，那么8点前必须结束。有时即使没有办法8点结束，如果看到邻桌的喝多了，那么我会快速吃完结账，赶快回家。毕竟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，就像那个网友说的，老婆、女儿，甚至是父母亲人。感恩大家，我是尤博。